时候在小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我蛮喜欢的席慕容的诗词，我特别喜欢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棵开花的树，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在佛前求了500年，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那时候我就被这么优美的词句惊艳到，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多么美的地方，多么诗情画意的地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还记得之前那位唐秀阿姨吗？也就是我有做过一期影片，是关于北京阿姨离台湾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然后呢，因为唐秀阿姨她之前是在陶作坊工作过，所以前不久她就是介绍了陶作坊的店长给我认识，没有想到她竟然也是一位陆配。那今天我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？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！终于到了，请问小梅姐在吗 ？Hello， 哇，你好美啊！谢谢。喝茶，谢谢。今天我们两个享受姐妹们聊聊天，讲一讲来台湾的一些生活。这绝对是我的大前辈。你来台多久啦？快30年了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我还是得多问问前辈。刚才第一眼见到的时候，我眼前一亮，这玩陶喝茶的女人真的不止上次的唐秀阿姨，大家这次又见识了一位气质果然。喝茶、买陶、观摩，怎么和您先生认识的呢？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，免疫功能不好，就从10岁开始到18岁，这8年中我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最严重的一次，连目的都准备好了，就是因为7天没有吃任何东西，连喝水都会吐。后来有一个机缘巧合，两岸开放以后，我爸爸那时候找到了，就是我的爸爸的哥哥，就是国父，国民党从大陆撤退的来台湾的时候，就是跟着一起来的台湾，就说老兵嘛。那时候在小时候，我看到一个我蛮喜欢的，就是席慕容的诗词，我特别喜欢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一段，一棵开花的树，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，为这我在佛前求了500年，求佛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那时候我就被这么优美的词句惊艳到，就觉得台湾是一个多么美的地方，多么诗情画意的地方。可能从那时候我心里就种下一个种子，我非常爱台湾，我非常想来台湾。我先生跟我伯父家住邻居，就是介绍认识了我先生。那时候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，那我先生那时候跟我通电话，他下班以后都聊到半夜，他说我的薪水每个月打电话打国际长途全部就打光了。那我觉得好浪漫哦。他的聊天过程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孝顺、非常善良的人。其实那时候我对他也有点崇拜感。我自己生病，然后书没有读多少，我就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遗憾。那我先生就是读到硕士毕业以后要继续读博士，后来爸爸刚好生病去世，他就开始上班工作。后来到了台湾进行治疗是吗？没有。后来来到台湾以后，你觉得多神奇吗？本来是个无神论，什么都不信的。后来我觉得真的我觉得人的念力很重要。当你的想法、你的念力一些改变的时候，后来我的病莫名其妙就全部都好了，没有再复发了。这算是被爱情治愈吗？因为你本身想靠着伯父在台湾可以有治疗的机会嘛，但是没想到来了台湾，因为爱情了。对，因为您的说的念力，就是对，整个就好了，不治而愈了。对，这也是贴身。而且那时候还想说，
我可能也没办法生孩子，我先生都觉得说无所谓，就是过好我们的二人世界就好了。来台湾以后，他就说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想出门，可是你如果不会开车的话，你就不方便。我来台湾刚没多久，他就鼓励我去考驾照，然后学习各种不同的东西。他说，其实你如果在家里久了，就会跟这个社会脱节。他就鼓励我走出去。来台湾以后，喝到台湾的茶，感觉到台湾的茶气的之美，我就被这些东西惊艳喜欢，然后我就开始做茶产业周遭相关的事情，然后后来呢就来到陶作坊这家公司，大概现在做了快20年。你还好吧？在台湾，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适应的那个阶段。其实最难适应的，我跟你讲，就前2年，好像大部分都是这个感受。我前2年的时候，我因为生活的不习惯，吃的不习惯，还有那种有时候有一些，虽然先生很疼我，婆婆对我也很好，可是你还是会觉得无助感，因为你的娘家人、你的朋友、你所有小时候成长的环境，那些人都不在你身边，而且那时候要回去一趟娘家不容易，转机到香港，不像现在就是可以直飞，很快1个多小时我到我们的家乡了。对，那个时候人生地不熟的，真的很不容易。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我第一个的枕头都是花一块花一块，白天你在忙还好，到晚上的时候真的我的枕头都是湿的，一直哭，就是会想家啊。我家是客家人，我也是客家人。客家人的菜你有没有觉得有点重口味啊？我婆婆还好可能他们从小就在台北，她喜欢做那个他们客家的酿豆腐啊、红烧肉啊，她炒的青菜都蛮淡的。台湾就发现，台湾不管炒什么青菜，就是蒜头爆香，青菜炒一炒，蒜、葱、姜都要放很多。没有，如果炒青菜就只放蒜头。我们内地是会放葱姜啊，内地反而会放葱姜。对，我们只放蒜头，真的内地也差很多。其实，因为我之前的那个合伙人，最开始的那个合伙人，他就是安徽人嘛。我跟他出去吃，安徽口味蛮重的，真的很重而且很油，很咸，还有辣。对。那因为你之前有身体不佳的一个时期，所以我都吃很清淡，很清淡，我一直都吃很清淡。对，所以来婆家很习惯，因为我婆家也吃清淡。这20多年来，我蛮喜欢台湾人的，大部分人算是非常非常善良，他们就很喜欢帮助别人，愿意付出，就是他会觉得我今天帮助了你或帮助了别人，他就觉得好快乐，哪怕他就是在医院做个义工，他就帮助你填个资料，或者你再问个路，他会很热心的帮你指，甚至帮你带到那个转弯的地方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善都是蝴蝶效应。其实我今天早上来之前，就是在我家路口现场目睹了那个车祸的发生，就是一个十字路口，然后有一个阿嬷，她骑着这个机车，她也在那个路口停着嘛，她等那个车过了以后，她要转出去，然后后面有一辆计程车。他就是不知道怎么了，反正就开的时候呢，就转弯直接压到他的脚，他就拍那个车头说：“哎，你压到我脚。”然后他就倒下来了嘛。然后我老远看到那人是不是受伤，然后我就也过马路去看。这个时候就是有另外一个台湾的女生，她应该也要去上班，然后她就是也是骑机车，她也就跑过来，她说：“有报警了吗？有没有受伤？我觉得应该要叫救护车，阿姨你应该去那个。”好热心哦，就很热心。然后我们就等到了那个交警，他来了以后，然后看看好像差不多，好像在沟通啊，反正那个司机也比较负责。他说：“他说有问题当然就要负责啊什么的。”然后我看好像事情解决的差不多，然后我跟他就各自就都离开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好热心哦，我就马上就冲过去，然后就要帮他打电话，然后要帮他叫救护车。对，就好的东西善会感染，好像台湾就有社会上就会有这个风气跟文化，对吧？就大家就是陌生人之间的那种互助的文化。而且台湾宗教信仰比较深入一点，各种信仰。对，其实小梅姐就是我们是之前通过一次电话，因为是唐秀阿姨介绍我们认识嘛，然后通完电话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这次很严重的大地震，花莲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其实
小梅姐的女儿自己还在那边上学，其实她应该会很担心。然后那时候竟然早上的情况下，她还专门打电话给我，我非常的意外。她说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这边，作为一个陆妻，她非常的能够感受到我的现在的心情吧，因为我可能一个人在家，然后2个孩子可能非常的紧张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心里是非常的感谢。真的非常感谢小梅姐，她能够想到我，然后还能关心我到底现在安不安全啊什么的。然后我想，哇，如果我是您的话，自己女儿还在花莲，紧张死了，真的还能够去顾虑到其他人的需要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容易，非常谢谢小梅姐。不会，刚来2年就发生了台湾最严重的921，那时候南投的大地震，那时候真的摇到我就吓死了。我在安徽的时候没有碰到什么地震，然后后来我想竟然摇到这样子，跑也不是，不跑也不是，就整个人吓到。后来我那时候那一段时间真的很想离开台湾，很想回家。那个地震真的吓到了，所以我心里就想说，你刚来没有多久，跟我那样1-2年，然后碰到这样大，应该也是吓坏了，真的吓坏，吓到就是抓着2个孩子，其实根本没想到说我现在要躲哪里，只是想到抓着2个孩子不要摔倒，只是想着。然后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快8点的时候发生的地震嘛，不是我先联系的我大陆的朋友，是我大陆的朋友看到新闻没有。一个是杭州，一个是上海的2个人分别联系我，没有，他们在那边说你还好吗？是不是就是地震了还好吗？我说你们怎么知道地震了？这么及时啊？说我们也感受到了因为那边也震了嘛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威力有多大。我大概9点的时候呢，我就打电话给我爸爸，就是跟他视讯。我想那我爸一定很担心，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挖笋呢？然后我爸正在那个就是在乡下挖笋，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他说怎么了？我说刚才地震了，而且很厉害，对，真的7.2级，新北市5弱。然后我爸就说如果我当时知道的话，一定吓坏了，一定紧张死了。因为不过看你给我打电话，台湾的房子那抗震还是很好，然后继续挖。真的，我们那房子就是整天摇的那样，但是我们家里的东西没一样没有掉哈。对，只有我们这边店里那个放的高高的，然后一支比较贵的茶壶，6万多的茶壶竟然破掉，它掉下来还砸到了2个杯子，破了3样东西。蜜香有啊，蜜香花香有，这是台湾有名的东方美人茶，茶商带去欧洲，有个传说就是女王喝了就是很喜欢，因为它有白毫。如果你用透明的玻璃杯在看的时候，它的叶子就好像会在那个玻璃杯里面跳舞的这种感觉，它很像一个美人，然后香气也迷人，茶汤也是很柔美，有甜有香，就不大喜欢喝茶的人，你都可以接受这泡茶。所谓东方美人，就是台湾乌龙茶系里面发酵程度最重的茶，它看起来长得像红茶，其实它不是红茶，它是乌龙茶的一种，也是现在是台湾特有的。它的生长土壤环境跟周遭的环境都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小绿叶蝉才会留在那个地方。就是每年大概5、6月的时候，小绿叶蝉会来咬那个茶叶，那茶叶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，它这个茶叶就会接一个特殊的香味。然后这泡茶你喝起来就有一个蜜香。台湾的高山的乌龙茶或者洞顶乌龙茶，你会觉得它的喉韵特别好，就回甘。舅阿姨她就有说嘛，就是你整个身体你能够感受到这个茶叶好不好，包括你这个胃的感觉。前段从你闻前面的茶干香、壶类的那种整个的香气，都会有不一样的那种。现在来你闻看。它有杯底香，像这美人茶你喝过以后，就是现在你闻到它的香气，但你喝完一下，闻着杯子，它杯底也有那个淡淡的花果香。东方美人有分夏茶跟冬茶，一般茶都要喝春茶跟冬茶，可是东方美人不一样，东方美人要喝夏茶。夏茶，因为夏天才是小绿叶蝉5月嘛，生长它小绿叶蝉的季节。那这个季节小绿叶蝉比较多，它的着颜比较好，才能凸显东方美人的特色。梅姐可以给我讲讲，就是店里面的一些作品。一个新的品牌叫奥利，奥利就是喝咖啡的，
怎么样咖啡变好喝的，主要是做咖啡器皿。Hario 就是也是跟我们合作的，好可爱哦。还有这个135次烧的，用来可以喝水、喝茶、喝咖啡、喝酒，特别喝酒很好喝哦。喝什么酒？高粱红酒啊，它会让酒变得比较顺口哦，把它的呛辣味变得比较淡，然后喝起来比较柔和一点。仿宋代的汝窑系列，可以摸一下釉色的温润如玉的感觉，像婴儿的皮肤一样。真的耶，这手感也太好了吧！这个小杯，就拿来喝旧口的时候，觉得非常的舒服。陶作坊的创办人他有提出一个以气饮茶，和气生好茶，就是你不同的茶叶要用不同的器皿去泡会更适合。打个比方来讲，就像煮菜。如果你炒青菜跟炖鸡汤的锅子，我们会用不一样。它的概念就是我要泡焙火重的茶跟绿茶类，我可能用的器皿就会不一样。这一套的话是我们跟李启章老师合作的，这叫转折壶，它的小杯也很可爱。这一套很好用，个人是还蛮喜欢的。刚刚用厨房来做比喻嘛，我就想对，说有一个锅能够万能的锅，好像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一点。每年生肖我们都会做一套生肖的纪念壶，今年刚好是龙年，汝窑系列的、老烟泥系列，就是为了你泡不同茶的，特别讲究。这个就是兔年的小兔子，你看还带个金耳朵，兔年的纪念款，女生会比较喜欢吧。这上面就是汝窑系列的，这个是很多长茶爱好者的。漂亮哦。那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，就是我的频道观众到永康店来购买了陶作坊的作品，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优惠呢？一般的话没有特惠，一般我们会有我们的 VIP 会员9折，那就特别给我们频道的会员的话一个尊荣的那个礼遇，就是可以到85折。啊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就是我有另外一个小小的想法想跟您沟通一下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影片有拍一个公益的协会叫米乐谷，他们服务的是以单亲弱势的家庭为主，而且是完全免费的。就是拍完这个影片之后呢，以我自己的力量可以动员这个社会，给予他们一些长期的支持所以呢，假设我频道的观众在看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，来到店内购买作品，那有没有可能也有一部分可以拿出来捐赠给这个协会米乐谷呢？我们其实之前也有做过，就是跟喜哈儿基金会有合作，如果能帮助到这些孩子呢，尽这样微薄之力的来帮助他们。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刚才跟小妹姐已经聊完了，在永康店购买的话，左左频道的观众福利原价的尊享折扣85折，应该是最高的一个折扣了，实际销售价格的5%可以捐赠给肉。希望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支持吧。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